看来我真的要好好感谢普大帝对我频道做出的贡献了。2周前，我做了2期视频，分别谈到了美俄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昨天我又出了期视频，对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做了补充说明，并对防御系统的防御效果做了最简单的评估。这3期视频的连接我会写在频道说明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没想到同样是在昨天，普大帝又抄起了核大棒，宣布要进行新战略核演习，并声称这是一场战略威慑力量的演习。看样子新一轮的核讹诈又要来了，普京想用全面核战争来吓阻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全面核战争哪有那么容易爆发？现在离全面核战争还差得远着呢。听到我这么说，大家可能会问，究竟是什么情况才有可能触发全面核战争？作为发起全面核战争的一方，会以什么样的手段来实施核打击？而面对对方的核打击，防守一方又会进行怎样的防御和反击呢？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不过在开始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还是要先搞清楚什么是战术核打击，什么是战略核打击。战术核打击指的是用1000到几十千吨 TNT 当量的小当量核武器对战场上的局部目标实施打击。打击的目的是削弱敌方的前线兵力，摧毁敌方的军事设施和关键后勤点。打击的范围通常局限于特定的地区，以减少对更大范围的破坏和辐射影响。而战略核打击指的是用几十千吨乃至数百万吨当量的大当量核武器对敌方国家的战略性目标实施毁灭性的打击，目的是重创对方的核心能力，削弱甚至是摧毁敌方的战争潜力。战略核打击的打击范围包括了敌方的关键基础设施、军事指挥中心、核武器发射井、战略轰炸机基地、战略核潜艇基地以及城市中心等，遍布敌方的全境。战略核打击具有高度的毁灭性，可能对敌方的军事、经济和社会结构造成巨大的破坏。也正是因为如此，战略核打击极可能升级为全面的核战争。就比如核大国 R 想对核大国 M 展开战略核打击，就需要考虑同样是核大国的 E 和 M 国是盟友关系。R 为了确保 E 无法按照盟约的规定核攻击自己，就只能在对 M 展开战略核打击的同时，对 E 也展开战略核打击。同理，这样的猜疑链会不断的扩展并继续下去，最后将众多国家拖下水，从而形成了全面的核战争。另一方面，战术核打击也非常容易就升级成战略核打击。就比如20世纪60年代，中苏爆发珍宝岛之战之后，前苏联最开始考虑对中国实施战略核打击，后来又把战略核打击降级为战术核打击。但美国明确表示，任何对中国的核打击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的核打击，从而招致美国的反击。因此，前苏联不得不放弃了核打击中国的计划。然而，这件事儿却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久后，毛泽东就号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并把大量东南沿海的企业迁往西南、西北的山区，史称三线建设。其原因就是担心前苏联的核攻击。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这些后来被废弃的防空洞还成为了我们玩藏猫猫的宝地。正是因为战术核打击极有可能招致战略核打击，而战略核打击又极有可能升级为全面核战争，因此即使是处于被动状态，拥核国家也不敢轻易地使用战术核武器。然而，除了使用战术核武器有可能招致战略核打击之外，还有什么情况有可能招致战略核打击呢？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拥核国家遭受到另一个拥核国家发起的以下攻击时，就会认为自己遭受到了战略核攻击，从而触发核反击，而不管这种攻击是否使用了核武器。第一是对国家指挥中心和地下指挥中心的攻击，就比如五角大楼、克林姆林宫的核指挥中心，这些设施是核指挥链的核心，
负责核决策、命令发布以及核反击的控制。如果这些指挥中枢受到了攻击，会被视为是对国家最高层的去核行动，从而促使立即采取核反击行动。再比如美国的夏延山地下指挥所，它被设计用来在核战期间对全国的军事力量进行指挥和控制。攻击这些深度防御的设施，很可能会被视为意图瘫痪核指挥能力而引发核反击。第二呢，就是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和发射基地。第三呢，是战略核潜艇和战略核潜艇基地。第四呢，是远程战略轰炸机基地和远程战略轰炸机。这三个都比较容易理解，对这些目标的打击会被认为是在采取对对方的去核行动，从而导致核反击。第五是位于地面或者海上的早期预警雷达及卫星控制站。第六是位于轨道上的预警卫星。第七是军事通信枢纽和网络指挥设施。第八是重要的电力设施和核指挥系统备用能源设施。这些设施是预警、侦察、指挥、控制的重要设施或者重要保障设施。对这些设施的攻击，同样有可能招致核反击。除了以上8点，再加上战术核打击之外，大规模的弹道导弹发射和预警级别的迅速提升，也有可能被视为是对己方展开的核攻击，从而招致核反击。根据报道，在10月29号举行的这次演习中，俄罗斯火箭军发射了1枚 RS-24 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而海军则分别发射了1枚 RSM-54 青斑和1枚 RSM-56 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俄罗斯空军还用图95战略轰炸机发射了空射巡航导弹，可谓陆海空3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全都上场了。这就引出了核攻击和核反击的话题。在一般情况下，由于陆基战略核打击力量，比方说导弹发射井、公路或铁路发射车的机动性比较差，或者是完全没有机动性，难以抵抗敌方的核打击和核反击，因而这些发射平台往往被用来作为第一次核打击使用。第一次核打击也被称为核攻击。而战略导弹核潜艇携带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战略轰炸机携带的空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因为其发射平台的机动性或者是隐蔽性，所以通常被用来作为第二次核打击使用，也就是核反击。通过我这样的介绍，大家一定就明白了，所谓核攻击指的就是对敌展开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如果敌方拥核，为了防止敌方的核反击，就必然要对敌方的指挥、控制、侦察、预警乃至重要的保障设施，以及敌方在陆地、海洋和天空的核武器发射平台实施打击。这就是核攻击的主要目标。对于核打击的防御，我在我那期美国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视频里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还没看过那期视频的朋友，可以前往查阅观看。下面我们就来继续聊聊核反击。核反击就是在获知敌方的核攻击之后，启动自己全部能够调集的核力量，从陆地、海洋和天空向敌人发起还击。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核反击并不要求一定要在敌方的攻击导弹击中目标之后才能实施，而是只要发现敌方导弹发射，并通过跟踪判断敌方导弹的弹道指向自己的关键设施，就有可能触发核反击。因此，对敌方行动的判断就非常重要，如何避免军事误判一直是一个难题。在冷战期间，美苏都曾经发生过预警系统误判对方的弹道导弹发射实验为对己方的核攻击的事件。幸亏当时的指挥人员充满智慧，识别出了系统的误判，从而化解了这些危机。前段时间，中美军方高层的会面也是为了加强双方的沟通，避免误判所采取的措施。最后，我来谈谈我对普京这次演习的一些看法。首先，我觉得对于西方的军方和政界高层，普京的这次演习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前面我提到，为了避免误判，双方私下一定会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流，
毕竟如果玩得太大，让对方以为你是在玩真的，而招致核反击就不好办了。但对于公众，普京的演习就完全不一样了。看到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和普京看似坚决的决心，肯定会有很多人感到担忧。如果这种担忧能够形成一种社会氛围，就很可能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从而干扰了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所以普京的这场戏还真是为平民百姓演的，而我们只要做到看戏不入戏就可以了。您说呢？其次，从展示自己实力的效果来看，俄罗斯的这种三位一体的展示，既包括了第一次核打击的展示，也包括了第二次核打击的展示，而且还把重点放到了后者，肯定要比仅仅向南太平洋发射1枚陆基洲际弹道导弹实验弹展示自己的第一次核打击能力要好得多。另一方面，从世界对演习的反感度来说，由于演习飞行的全程都在俄罗斯境内，普京的这次演习引起的反感肯定也会小于前者。看来普京还是有点头脑，不算那么糊涂。好，关于俄罗斯刚刚进行的战略核军演，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